小光，我拿。赵一凡，你吓死我了你！眼看过年了，回来挺准时啊。我这不是想着赶紧回来结婚，提前把婚事给办了吗？就这么定了，不再想想？当然定了。我跟薇薇这都谈了5、6年了，前些年哪有钱啊？就为了赚钱，根本就没怎么回来陪过她。现在是终于把钱攒够了，我一定得让她风风光光的嫁给我。听说你要结婚了？不是你让我赶紧和他结婚的吗？结了婚，咱俩不就自在了？我就喜欢玩刺激的，在那个子眼皮底下亲热，不是更刺激吗？讨厌，你就这样。我还有更讨厌的，我要你在婚礼当天穿着婚纱，我们……哎呀，你真讨厌！哎呀，等了这么久，终于是等到这一天了。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。那肯定的呀，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，那有事你不帮我，那还算是最好的朋友了吗？希望你们结婚以后，你跟薇薇能把日子给过好。这次回来我也是想着赶紧结婚生孩子。薇薇你知道，她喜欢孩子，是，但是自从上次流产了之后吧，她就挺伤心的，说是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就想着赶紧跟她再生一个。啊，走。讨厌，快带上。哎，不带了，再生一个。你也要结婚了，这次看看是谁的。耶！薇薇，小光回来了。你干什么？于小光快回来了，你快起来！别动，他回来了不是更刺激吗？太久没回来了，钥匙都分不清了。不着急，刺激吗，宝贝儿？他在门外，我在你身上。于小光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马上过年了吗？我就提前请假回家给你个惊喜。哎，薇薇，怎么这么多汗呢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个小光，我先走了，你们聊。宝宝，我想死你了！快！哎，别！宝宝，我知道上次流产你还怪我呢，今天咱们再要一个啊！我还专门给你带了礼物呢，所有的我都补偿给你啊！别！怎么了，薇薇？你不想我呀？我想你啊。那个，你先坐会儿啊。我就知道，那昨天晚上视频你还说爱我呢。来吧，啊，时间不等人，来。薇薇，有人啊？没有。小光，你回来了。田宇，你咋在这儿呢？啊，小薇说你家床脚坏了，我过来修一修。那你家里又没人，别的男人来也不安全。咱仨可是一块长大的，你不在，我能不帮忙吗？我就趁着休息时间过来修一下。刚刚薇薇还跟我说，是不是你回来了呢？对。哦。是怎么？那个啊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礼物怎么给扔地上了？嘿，我就说床底下怎么有个盒子呀？哎，小薇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那是你送给小光的礼物，刚刚手上没抹布，顺手就给用了。哦。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天宇，你修好了吗？小光，你回来啦！娜娜，不是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啊，这王天宇说要给你家小薇修理床，我会给他买水去了。你看，咦，小光，你这是干啥？青天白日的，薇薇，你不是说要给于小光惊喜吗？你咋还不藏好啊？你们小两口真猴急。于小光，是不是怀疑我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没怀疑你。啊，行了，你们小两口的事情别牵扯到我啊，我要回去了。行，那我送送你啊，我送你啊。
体内的玩具就别拿出来了，这是主人的任务。主人，主人，快来吩咐奴家。下次别让我在家里跟你视频了，万一于小光看见怎么办啊？而且，从哪里弄的这些小玩具啊？怪害羞的。我就喜欢你害羞的样子，又单纯又诱人。苏薇，你居然出轨！哼，你一去城里就去好几个月，谁知道你都干了点什么？而且让人家等你那么久。我去城里还不是办咱们那些事儿。行了行了，下次可别在家里了。于小光在家太不方便了。怕什么啊？那个现在对你是愧疚心最重的时候。你让他往东，他就不敢往西；你让他跪下，他就得磕头。多亏了你，要不然他们家怎么可能把宅基地过户给我？那当然，这次必须让他家狠狠地吐点东西出来。那孩子……闭嘴，没什么孩子。好了，宝贝，今天就先这样吧。那主人什么时候再吩咐奴家呀？宝贝，你这样我可就又受不了。明天穿好衣服来我办公室，我想玩个更刺激的。好。于小光不在家，以后咱们两个就不方便了。宝贝儿，今天咱们来玩个刺激的。好戏要开场了，下去。啊。下去。进来吧。村长让我陪你的。给我了。小光，昨晚你明薇薇怎么样了？小别胜新婚，一定很刺激吧？是挺刺激的。这不是你马上要结婚了吗？你来我这打打零工，跑跑腿，给我当一天助理，我一天给你这个。来，你过来。喜欢吗？嗨，糊涂了，你哪有什么机会打领带呀？留着吧，这可是我城里一个好朋友送我的好东西。我这没什么事了，等一下一块去村长那儿一趟，你在门口等我，千万别走啊。刺激吗，宝贝儿？讨厌，你不就喜欢这样吗？小坏蛋。真正死的要来了。王天宇、宋薇，既然你们这么爱玩，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更大的舞台。一凡，我女朋友背叛了我，我需要你帮我。谁呀？来了。阿姨。哟，这不于小光吗？现在还打上领带了，够不够穿挺？薇薇呢？薇薇她陪着领导认真工作呢。您知道，她对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很认真的。叔叔阿姨，
我准备安排我父母这2天和你们二老谈一下我跟薇薇结婚的事情。结婚？你准备了多少彩礼？我们家薇薇可是10里8村出了名的大美女，追她的人排队都排到隔壁村去了。对，彩礼可不能少了，我还得结婚呢。那你们想要多少啊？前2天隔壁村小芬结婚18万8，我们家薇薇可不止这点钱，起码38万8。叔叔说的对，我觉得像薇薇这么好的姑娘，38万8还是少了。我们家给88万8。多少？88万。老板子，快别让小光干活了，快！啊！哎呀，别看，挺累的，挺辛苦的。姐夫，姐夫您稍等。没问题，小光，你是我兄弟，这个信息一定能帮到你。我还有事，就不吃饭了，我先走了啊！哎，小光，吃饭再走啊！小光，常来啊，小光，常来。啊，过来搭把手，搭把手。天宇和娜娜来咱家吃饭了，你赶紧收拾一下。总院，上次娘在办公室，这次又来我们家里吃饭，以后怕被他发现了。那样才刺激呀！今天我要好好的喝一顿，吃着他老婆做的饭，睡着他的女人。你别闹，我还有一道菜没做呢。着什么急呀？我也得先热热我的菜。嗯。哎呦，你别这样，他就在外面呢。那你小点声，他就听不到了。小光，你陪我坐坐呗。啊。小光，你在外面怎么样啊？外面也就那样吧，不是很好混。是啊，你都沧桑了不少。但是现在的你更有男人味儿，就喜欢有男人味儿的你。啊。小光，我和薇薇比，差吗？你先起来。你说呀。嗯。对呀，你别这样。小光，我喜欢你。小光，快来帮忙！哎呦，小心点儿。小光也真是，有空照顾照顾你老婆。要是我是她老公的话，早就10个8个孩子满地跑了。小光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薇薇这么漂亮，不知道多少人惦记。哎，还是你福气好，嫂子都没有钱，虽然年纪大点儿，可是她会疼人呐。来来来，让我们来尝尝薇薇的手艺。哎呀，小光，哎，说起来我还算是你俩的媒人呢，要不是我，能有你俩的今天？我知道你很照顾薇薇，所以我们的订婚宴你一定得来，我得好好谢谢你啊！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我女朋友的这份恩情。你们订婚宴，我一定。来来来，干杯！哎，哎，给你倒上，给你倒上。来，喝一杯。好酒量，来，再这么好的日子，来，小光，喝这么快呢？哎呦，真能喝！来，我给你倒上。小光，小光，行了，操你们俩2人世界了。说什么呢？你去准备一下，我马上到。上次多亏你了啊！你快去吧，小浪蹄子该等着急了。好，多谢大小姐，有空请你吃饭。小光，我才是真的爱你，今晚你舒服了吗？你没喝醉？我当然没喝醉了。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些，你都听到了？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宋薇？这个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
你就不用管了。小光，我是没有宋薇长得漂亮，也没有她工作好，但是我不会背叛你啊！你能不能看看我啊？我特别的喜欢你，我愿意为了你付出我的一切。你爱我一次好不好？一次就好。秦娜，你别这样行不行啊？我特别的爱你，我可以接受没缘没分的跟你在一起。李娜，你冷静一点。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，我不想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也很希望有一个男人能真心的爱你、呵护你。当然了，如果有一天我们有可能的话，那我也希望是光明正大的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你懂吗？相信我，你一定会幸福的。小光，其实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关于宋薇那个流产的孩子，其实她早就生下来了。什么？叔叔，这可是城里最紧俏的房子，我跟您讲，要不是您诚意十足，我是不会跑这一趟的。爸，小璐说了，只有买了这里的房子，她才肯嫁给我。爸，咱就买了吧。这得多少钱呀？叔叔，看您一家子是诚心想买这套房子，我就给你们报一个最实惠的价格啊，88万。为啥？88万？金子做的这么贵？阿姨，亲自做的就不是这个价格，这可是城里最好的地段了。这确实有点贵。这个房子很抢手的，小区里只有这一套房子没卖出去了。你们要是不要，有都是人要。哎呀，爸，你不买我就结不了婚了。没那么多钱呐，爸。我们是可以先交首付的，只需要25万。首付也不够，咱只有10万。看来你们跟这个房子是无缘喽。哎，爸，于小光不是说了吗？给88万，咱明天让他们把婚定了，这不就够了吗？爸，那好办，我可以先给你们办理贷款，等以后有钱了再还上。先说好啊，定金不退。哎呀，爸，行。都办好了。我相信，这将是让他们难忘终身的一场婚礼。小光啊，我看你养父母不会来了，咱们开始吧。好，你看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在，怎么样？彩礼准备好了吧？88万8都在这儿了。小光啊，这个88万8可是前2天的老黄历了。现在薇薇肚子里怀的都是你的孩子，这价儿可不能像前2天那样的了。那你们的意思是？你现在都是技术员了，以后收入没问题的。薇薇又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孩子也有了，这个卡里的钱啊，你就给俺家成才买房子用吧。你再另外拿出88.8万当彩礼啊，再给俺家买辆车。小光啊，薇薇可是我们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怎么着也得给薇薇点安全感。小光，我爸妈也是为了咱俩好啊，而且这钱怎么花不是花呀？我弟弟不也是你弟弟吗？我弟弟？怎么，于小光，你不是当了技术员，这底气也硬了吧？别忘了，你可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就算省里研究院看上了你，那又怎么样？除了我们家薇薇，谁会嫁给你？再说了，我们家薇薇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。那如果这笔钱我不给一个未婚就把女朋友肚子搞大，还抛弃女朋友的人，我倒想看看，如果省研究院知道了，还会不会要你？对，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们钱，我们就去研究院闹去，最后让你一无所有。好，我给，就跟薇薇说的一样，以后成才就是我弟弟。我女朋友还要80万彩礼，你也一起出了吧？以后咱都是一家人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
但是这笔钱我给了你们之后，你们能要得起吗？于霞光，你少废话，不拿钱，我是不会把女儿嫁给你的。希望你们到时候不会因为现在的报而感到后悔。你给不给？给，真的？那你拿钱吧。别急啊，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们。小光，没来晚吧？来的刚刚好。第一次看到王天宇的老婆吧？他说他的老婆是人老珠黄了，可是我怎么感觉是风韵犹存呢？就是个黄脸婆，要不是他家有钱，王天宇早就这里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妻子李婉莹。嫂子好，这位是宋薇，天宇的助理。宋薇。各位，今天是我跟薇薇大好的日子，我特地邀请各位亲朋好友来做个见证。薇薇，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薇薇，让我把那个黄脸婆从公司里面踹出去。那你得给妈妈等着。你下蛋的好急啊！宋薇，这个礼物你喜欢吗？一定是这个，快点关掉！王天宇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婆，这是假的，是 AI 换脸。说假就是假，你当我傻吗？老婆，是一个贱人，是他勾引我的，老婆，我是最爱你的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王天宇，你说你最爱的人是我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怎么可能出轨和你在一起？你把我害得还不够惨吗？老婆，你相信我，我一直最爱的都是你啊，老婆。你是故意的？当然了。宋薇，你给了我一顶绿帽子，他给了我一条绿领带。我当然得把你们的好意加倍还给你。我告诉你，根本就不可能娶你这个背信弃义、水性杨花的女人。宋薇。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啊？小光已经答应给咱们88.8万了，那可是给你弟弟买房子的钱。弟弟，你满脑子都是弟弟，你有在乎过我的感受吗？你想好了，现在除了于小光，没有人愿意要你。你看王天宇这个怂样子，他自己都自身难保。小光，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。孩子，可别算到小光的身上。都调查清楚了，宋薇，你真的很厉害，你做这么多事情都没有人发现。不过今天你玩完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晚来了吗？因为今天我去了市里的儿童医院，看望了一个小男孩。我把小男孩的头发和你，还有王天宇做 DNA 检测，你猜怎么着？原来你和王天宇才是小男孩的亲生父。小光，这不是真的，你这个人居心叵测。小光，那孩子不是我的。还在狡辩？当初你说怀了小光的孩子，小光照顾了你9个月，在你去市里办事的当天，你告诉小光孩子没了。其实你早就把孩子生下来，并且交给王家抚养。宋薇，你真的做了好大的事。至于你说你现在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想请问，你怀孕3个月，上一次见小光是2个月前，孩子是谁的？小光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再给你生一个孩子好吗？你原谅我。对，小光，你们俩还有感情的，而且薇薇知道现在错了，你们还是能和好的，是吧？你们当我于小光是捡破烂的是吗？我们后面的彩礼钱不要了，你就拿出88.8万，就可以跟我们家薇薇结婚了。你觉得你女儿值88.8万吗？于小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宋薇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2个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小光，不能走，别走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宋薇，你现在可不应该担心咱们俩的事情，毕竟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你。什么意思？
宋薇啊，你是聪明啊还是傻？事情到了这个关头了，你还没想明白呢。哎，小黄，女婿，我们可以少要点彩礼啊！哎呀，你小光都走了，你还不去追呀？你快呀，快去呀！姐，你快去追呀！于小光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哎呀，宋薇，我真是白养你了！连于小光你都抓不住，他好不容易都发达了啊，你也能过上少奶奶的日子了。你可倒好，你给我整出这么一出来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！今天你必须把他给我抓回来，要不然的话，我饶不了你这个赔！你敢造反了你！哎呀，我活不了了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钱货？姐，我的房子怎么办？我的彩礼钱怎么办？没有这些钱，我女朋友就把孩子打掉了。儿子，于小光走了，你姐还在，于小光能给他这么多钱，换个人也行，一定把钱和房子都给你弄回来。要不是你们一直撺掇我，我怎么会走错了路？明明我马上就要过上我理想的日子了。你个小贱人，你还敢跟你老娘动手！好，真是一出精彩的大戏。于小光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你们是一伙的。蠢货，现在才发现是你们合伙陷害我，陷害你，宋薇是吧？你还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！王天宇背叛我，他赠送你的所有财产我都会追回，同时我会以公司的名义告你窃取商业机密，你就乖乖等着给公司赔偿。你个黄脸婆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要钱？那都是王天宇自愿赠予给我的。王天宇给你的？宋薇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王天宇是个倒插门，他当初就是这么跪着求我嫁给他才有的婚事。你说那一个上门女婿能有多少？我已经找律师算过了，赔偿款大概100万。我劝你最好早早准备出这笔，别逼我下狠手。你跟我说句话，你说这钱是你给我的，把我这钱给你啊！哎，都是他骗我的，你还钱！你当时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你要唱了这个黄脸婆，你就跟我……哎，你别乱说话啊！这都是宋薇欠的钱，跟我们一家没什么关系。我们走。爸妈，当初是你们让我要钱给弟弟做彩礼的，你这个赔钱货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早就拿到了88.8万，还是因为你，全家人背了几十万的债，你还想拉我们下水吗？呸！早知道你是这样的，生下来就该把你掐死。李总，这些都是宋薇她自己欠的，跟我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个贱人，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宋薇啊，宋薇，你说我究竟该恨你，还是该可怜你？你背信弃义，出轨别人老公，落得身败名裂、家人嫌弃的后果。而你出轨的这个男人，现在连个屁他都不敢放一个，你还真是可悲。你帮我说说话，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孩子呢。宋薇，你这是罪有应得。王天宇，你但凡现在敢为这个女人说一句话，我都算你是个男人。现在，哼，你就等着净身出户。老婆，我跟他只是分了东西，原谅我，老婆。天宇，你别走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啊？哎，谁知道你肚子是谁的孩子？我跟你说，我要跟李婉莹离婚了，我就完了，你就更完了。Surprise！ 嫂子，你怎么来我这儿了？当然是庆祝我们一起打败那对狗男女呀！我说大技术员，你就住这儿啊？要不我给你换个房子？不用，我这挺好的呀。那恭喜你摆脱那个女人。来，那接下来
接下来把日子过好了。过日子嘛，也得分怎么过。比如哥，我会让你过上真正的好日子。我就不信你坐怀不乱。我逗你的，坐下来陪我好好喝几杯吧。How can I be sure you won't walk away? Why do love is so 起这么早。How can I be sure? Tasting your 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我昨天晚上就在。伊婉莹，我找你找了好久了，你俩你们一大早上就嚷情了。宋薇，你说你这吃的还真的挺好的。哎呀，昨天晚上可是把我给累坏了呢。以前和王天宇可没这个感觉。你们两个是不是早就……王天宇，我劝你别惹我，你别忘了你还欠公司一大笔钱呢。那个宋薇，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女人了，你就赶紧走吧啊！好，但我要拿回我的东西。你自便吧。好啊，好啊，于晓光，你真有种啊！竟然敢动我的女人！王天宇，你要是再不滚，别怪我叫保镖了啊！你带着你那个破鞋赶紧走，知道后果。我饶不了你们！滚！那个，昨天晚上咱们两个真的就……要不要继续啊？昨天晚上是我喝醉酒入室了，你想怎么解决我都认。怎么解决都行。那我要你做我男人。做你男人？对啊，于晓光，你做我男人不亏的。我这……好了，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喝得烂醉能发生什么呀？不过我测量过了，你的可比王天宇的强多了。我说宋薇吃的也是真的。你这说什么呢？行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们还是好朋友的，对吗？啊。很多故事是从好朋友开始的。小光，虽然你不知道，但是昨晚的事情我不后悔。我们团队最新研发的技术被省城研究院的技术员于晓光窃取，后天我们将会进行技术认证，彻底揭露于晓光的丑恶嘴脸。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进行。现在这件事已经闹大，于晓光，你算是完蛋了。你找的人靠谱吗？技术资料我已经交回你，别到时候啊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当然靠谱，那边进展很顺利，你就放心吧。只要技术认证通过了，这个技术就是咱们的了。别说于晓光那个废物，就是李婉莹，她也得跪着求我。你不是想过上好日子吗？这项技术起码带来数千万的收益，到时候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我要让所有欺负我的人都付出代价，我要让他们跪下来求我。好，到时候你想干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到时候
看于小光和李婉英还怎么得意。现在能把最后的资料给我了吗？给你以后你背叛我怎么办？微微，自从上次的事发生之后，我知道只有你心里有我，我是不可能背叛你的。等拿到了钱，咱们就带着儿子远走高飞。王天宇，你觉得我还会信任你吗？如果你不拿出诚意来，这份资料我是不会给你的。你要什么？王天宇啊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，万一于小光留有后手，咱们都得玩完。可是这件事情风险太大了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王天宇，你要是不想合作，我随时可以找别人。这项项目啊，可是有无数人盯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王天宇，你也要付出代价。王天宇，你怎么来？我来是把你彻底拉下董事长的位置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赶紧给我滚，别让我叫保安。要我滚，你也得问问各位股东的意见吧。婉莹，天宇手上有新的技术，公司发展离不开这项技术的。而且我听说你也，我们觉得最好还是把股东的位置让出来。婉莹，本来呢，我们就不赞成你一个女人掌权。以前天宇在公司，我们就不说什么了。现在你私生活混乱，还想扰乱公司，我们呢是不会同意的。就是，你一个女人，还是抓紧回家生孩子吧，没事就别出来了。你能干什么呀？我的私生活和我的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再说了，谁说女人不能做一番事业？你们是早上没刷牙呢，说话这么不干净。你要是这样不识好歹，那么我们只能股东集体投票更换董事长。刘婉莹，你要是现在认错，我说不定一心软，还能让你不这么难看。哼，痴人说梦。哎呀，真是敬酒不是吃罚酒。李婉莹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现在有于小光这个小奶狗，贴心又有活力，我不会后悔。各位股东，现在新技术在我手上，孰轻孰重，你们应该明白吧？李婉莹，让出董事长位置，让出董事长位置。小光，于小光，你还好意思出来？我要是你，我就躲在屋子里不出来了。毕竟等技术认证通过了，你就是人人唾骂的垃圾了。你就这么自信自己一定能成功吗？当然。好，那不妨我们来打个赌。赌什么？就赌这项技术认证。如果你通过认证了，那我就跪在地上给你磕个响头；如果你没通过，那你就带着我是出轨男、绿帽男的牌子，给我录一个道歉视频，发布到全网。小光，婉莹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你们这对狗男女还要不要点脸了？在这里卿卿我我。王天宇，现在你老婆是我的了，公司也马上是我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我肯定是夹起尾巴做人。你还敢在这跟我乱叫呢？于小光，你也别太得意，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。我一定把你俩狠狠地踩在脚底下。王天宇，你该不会是不敢跟我赌吧？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好，我跟你赌。于小光，现在你叫声爸爸求饶还来得及，先通过认证再说吧。现在你可以跪下了。这就是新技术培育的成功，不一样啊，真不一样。这个小东西能带来几千万的增收。现在某些人应该会愿不服输了吧？要是我对今天的结果不满意的话，这项技术花落谁家可就不一定了。对，于小光，你快给王天宇跪下！婉莹，这个董事长的位置不让也得让，公司必须要得到这项技术。你要是不识相的话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到时候就连你爸也讨不讨好。简直背信弃义、狼心狗肺！当初要不是我们家注资，这厂子就黄了。当初是你们求着我父亲要来的投资。
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厂子发展蒸蒸日上，如果再有这项技术的加持，公司更是能够更上一层楼。你爸爸早已经退居幕后了，我们没必要再对你这个女人点头哈腰的了。哎呀，我劝你识相一点，和我们争辩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现在是谁掌握这项技术，谁说了算。董事长的位置我可以让给你们，但是你们想让于晓光给你们这群卑鄙小人下跪，不可能。小光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我就是董事长的位置，我可以让出来，这样在我身边就够了。刚才你们说谁有技术谁就说了算是吗？没错，没错。那各位股东敢不敢也跟我打个赌？如果技术认证通过了，那我就让我把股份给你们；如果没通过，你们的股份就得全都拿出来。于晓光，问题就在这里，你还在这推死挣扎什么？就算是死，那也要看各位股东愿不愿意跟我赌一场吧。免费拿股份的事情，我们肯定愿意啊！我们给你赌，就等你这句话了。我们都签好了，就剩你了。好，希望你们不要后悔。死透临头还嘴硬，于晓光，你以为你攀上了李婉莹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于晓光啊，于晓光，最后你还是输在我手上。你的女朋友生了我的孩子，背叛了你，技术现在也是我的了，你现在一无所有，这些就当我送给你的新年贺礼吧。你个卑鄙小人！李婉莹啊，等技术认证通过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。到时候我还可以大发慈悲的收留你。当初我怎么跪舔你的，你就得怎么跪舔我。真想看看曾经高高在上的大小姐给我端茶递水洗脚是什么感觉。王天宇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电话来了哟，你们死定了。你好，您好，王天宇先生，我们是省城研究院，经过技术认证，系统多重验核，该项技术为有效。但是经过调查，我们发现，该项技术的最早有效提出者是于晓光先生，除非于晓光先生自主放弃，否则技术所有人仍旧归属于于晓光。什么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王天宇，你说这个技术认证绝对没有问题了，这怎么回事？王总，你给个解释呀！现在我们所有人的股份都已经作为赌注了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呀？就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你信誓旦旦跟我保证没问题的，你给我一个交代！于晓光，你陷害我！陷害？王天宇，我只不过是拿回自己的技术成果而已。是你们贪心不足蛇吞象的道理没听说过吗？阿辉，明明我都安排好了。这话要是说起来，我还真得感谢宋威了。我原本是准备把这项技术作为订婚礼送给宋威，在我进行技术研究成功的第一时间，我就把他送到了全国最权威的技术中心进行技术认证，只等销婚成功，我就把他送给宋威。但是没想到啊，恰恰是因为宋威同志阴差阳错的帮我。王天宇，这次你又输了。各位股东，你们的股权现在可都在我的手上了。那么，请无关人员立刻马上离开我的公司。婉莹，不，董事长，我们错了，都是王天宇，是他蒙骗了我们，都是他，和我们没关系呀。我们都是无辜的呀！要不是王天宇再三和我们保证，我们怎么会？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的股份呢！董事长，你放我们一马，我求你了，我给你跪下了！董事长，现在你们知道错了，刚才把我和小光逼到置于死地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错？现在落到你们身上的滋味好受吗？如果不是因为他，你们现在还可以在公司安然享福。现在，抱歉了各位。都怪你，我弄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真是狗咬狗的一出大戏。走开！这是我输了，我还没有输。于晓光，你以为就你有后手吗？可悲呀！王他给你做了那么多，你都没有发现他不见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你把李娜怎么了？于晓光，好好享受我送你的这份大礼吧。小光，哎，李娜在哪儿？跟宋威把她给绑架了。绑架？李娜跟薇薇关系那么好，请她去喝杯茶，不应该吗？
卑鄙！卑鄙！如果不是你们插手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你自食恶果，宋薇，你还要一错再错吗？错我要让你们所有人付出代价，我要让你们永远被我踩在脚底下。你做梦！你做了这么多，于晓光却和李婉莹走得越来越近，他们还睡在了一起。我亲眼看见于晓光搂着李婉莹的胳膊，看来是狠狠激战了一整夜呀。琳娜，你真可怜。我得到过于晓光，李婉莹得到过于晓光，只有你默默付出了那么多，却什么都得不到。哪怕现在你已经落在我的手里了，于晓光却还在为李婉莹解决问题。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！我真的好奇，当于晓光面对抉择的时候，会不会选择救你？于晓光，现在主动权又到我手上了。看在咱俩一块长大，你老婆陪我睡了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放弃技术认证，我就放了李娜。但那样的话，你跟李婉莹只能灰溜溜的滚出去。当然，还有另外一个选项，就是你要技术认证，那李娜就别想安安全全的走出来了。说实话，这两个女人，你会选谁呀？于晓光，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小光，我可以不要场子，但我不想让你陷入两难的境地。婉莹，李婉莹，你在我面前不总是高高在上的吗？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卑微了？于晓光，你也别着急，让我们看看李娜怎么说。现在电话来了，于晓光到底会怎么想的？你说，我劝你可以求求他，万一他就心软了呢？怎么样，要不要按照我说的做？好，我听你的。小光，你别管我，这些技术是你这么多年的心血，就算你给他们了，他们也不会饶过咱们的。你千万不能把技术交出去，你千万不要管我，小光，你千万不要管我。宋薇，你太小瞧了我对小光的感情，我是不会有一点机会让你们伤害小光。想让我听你的，你做梦！好啊，真是个痴情的人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倒要看看你的爱能不能救于晓光。我真没想到你这个废物居然有这么多女人为你不顾一切，那你就好好选吧，看看谁在你的心里更重要。小光，别管我！哎，你别动啊！你要是敢动，李娜就……这对狗男女人，快把李娜放了！天宇，你不敢放李娜！李婉莹，这个场子可是你和你爸的心血，我处心积虑谋划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得到，你现在为了这么一个男人就放弃了啊？于晓光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，我就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你得告诉我答案。是李娜，还是李婉莹？3、2，于晓光，最后一个数字，你该告诉我答案了。1，我选他。